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国际局势那是相当热闹啊，特别是中印关系这出戏真的是越来越有看头了。之前两国的关系紧张，边境摩擦不断互相抵制，感觉随时都要擦枪走火。但是最近这个风向标好像转了，中印之间开始恢复航班，高层互访也重新启动。这不，咱们的王毅外长这2天不是飞印度去了吗？哎呦喂，这可是件大事啊！为啥呢？因为这是咱们中国的外长足足过了3年多，第一次再去这个印度访问。你想想，两个邻居好几年都不串门了，突然有一天提着这个礼物上门了，这背后肯定有故事啊！肯定不是单纯去喝杯奶茶这么简单啊！这网上就有人说这是这个印度挨了打知道疼了，服软了。其实要我说这种说法太简单了，好像小孩子打架一样，两个大国之间的事复杂的很，更像是一盘大棋。今天咱就聊聊这盘棋是咋下的。首先呢，先瞅瞅都有哪些和好的信号。那两个人和好不能光嘴上说咱俩好吧，得有点实际行动啊。中印这次确实有不少看得见的动作。第一也是最关键的，这个边境上的密麻麻的兵好像要往后撤一撤了，这个是头等大事啊。自从2020年两边在这个边境上干了一架之后，两个人就一直在那儿堆人堆装备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服谁。大冬天的在这个高原上待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我查过这个数据在那种极高海拔地方养一个兵，花的钱是在平原地方的20多倍啊！好家伙，这简直就在烧钱呀！而且天寒地冻之前还有印度兵冻伤甚至截肢的新闻，真的是太惨了。那现在呢，听说两边谈得不错，已经在商量怎么减人了。像什么德普桑平地这种敏感地方，可能就是第一批往后撤的。甚至有消息说印度那边有些士兵已经开始打包厚重的防寒装备，准备撤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刀剑都收起来一点才能好好说话嘛。这第二呢，飞机通了，门又打开了。那疫情那会儿中印之间的直飞航班基本上全断掉了。你想去印度旅个游，或者是印度站来中国出个差麻烦的要死，得转机现在好了，两边的航空公司已经接到通知了，准备复航。像这个北京到新德里、上海到孟买这种主要线路很快就会恢复了。而且印度从7月份开始已经悄悄的重新给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发这个旅游签证了，这就是在释放信号，哥们儿欢迎再来玩这事儿关了好几年的门总算是又推开了一条缝儿。这第三呢，边境上的小买卖也要开张了。边境上有些传统的贸易市场，比如奶堆拉山口，以前两边的老百姓会拿点土特产什么的互相买卖，后来呢，因为关系紧张也关了5年了。现在两边也在商量把这些小市场重新开起来，钱嘛谁不想赚呢？这边民能做点小生意，日子也能好过点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呢，琢磨一下这个印度为啥突然间想通了，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这印度之前的态度多硬各种抵制中国货，咋现在愿意坐下来谈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实逼得他没办法，疼得受不了了这个边境上实在是耗不起了太烧钱了。刚才咱们都说了在这个山上养一个兵死贵死贵的。这几年这个经济压力也大军费开支像无底洞一样往高原上扔，国内的老百姓还要不要过日子了？还要不要修路建学校了？这笔账这个印度政府算得清呢，再耗下去自己先被拖垮了。用咱们的话说这就叫杀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然后呢，就是发现这个美国老大靠不住，被坑了。这几年这个印度跟美国走的是特别近心想我跟着美国老大混肯定能制止中国结果呢，现实是啪啪啪打脸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是又上来了吗？这家伙可是个美国优先的狠人他才不管你是不是盟友呢，上来就对着包括印度在内的一票国家加征巨额的关税，特别是钢铝产品。这下这个印度企业可就倒了大霉了，出口成本暴涨，竞争力刷刷往下掉。印度这才恍然大悟好家伙，原来在这个美国眼里，我也就是个用来制衡中国的棋子，有好处呢他先上，有锅我来背，真到关键时刻他根本就不会管我的死活。
这种塑料兄弟情啊，让这个印度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呀。所以啊，他必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不能把中国往死里得罪。这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再然后呢，这个取代中国的牛逼吹破了呀。莫迪老仙儿之前搞了个印度制造的战略，口号是喊的震天响啊，说要让印度成为世界工厂，全面替代中国。想法是很美好，但是现实嘛，很骨感呀。基础设施太拉垮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停电。你知道这个印度工厂平均每个月啊要停多少次电吗？8次以上。咱们这边呢，工厂几乎是从来不停电，供电可靠率是99.9%以上。哎，你就想吧，正开着机器轰隆隆生产的，突然啪的一下全黑了，还搞个毛线制造业啊？还有就是这个供应链离不开中国，这也是最打脸了。这个印度啊，现在确实是世界第2大手机制造国了，但是你猜怎么着？它生产手机70%的零件都得从中国进口。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印度啊拧个螺丝组装一下，核心的东西啊全在人家手里，这叫什么替代啊？这就叫换了个地方组装而已啊。贸易逆差也是吓死个人呀！2023年啊，中印两国贸易额差不多1200亿美元，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再仔细看啊，这个印度从中国买了1000亿的东西，只卖给中国300亿的东西，这中间差了将近700亿美元的窟窿啊！这印度一直想多卖点东西给中国，比如仿制药啦、软件服务啊。但咱说实话啊，你这个药品质控不稳定，你的软件服务也没比中国强多少，我凭什么买你的呀？想赚钱啊，得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啊。举个真实的例子啊，这个美国的巨头通用电气 GE， 当年是雄心勃勃的要求这个印度啊建厂投钱，结果呢被这个印度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政策变来变去啊，搞得是晕头转向，一个项目审批啊能拖好几年啊。最后这个 GE 没办法了，只能缩减规模啊，灰溜溜的撤了。美国大公司都玩不转，你说这个营商环境得有多复杂？所以啊，印度是彻底明白了，想靠硬脱钩来打败中国，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自己家里的问题啊一大堆还没解决呢，还得面对现实啊，该合作合作，该赚钱赚钱啊。那中国为啥愿意接这个茬呢？咱们中国也不是个傻子，哎，你给我个笑脸，我就屁颠屁颠的过去啊。我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啊，西边安稳了，才能集中精力对付东边的麻烦。这美国是天天在这个南海、台海搞事情，如果西边和印度在天天的剑拔弩张，那就是两头受敌啊，压力太大了。能把西边稳住，就能省下很多精力，专心应对东边的挑战，这叫战略上的稳住一头。咱们提倡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邻居啊老是闹别扭，总归是不好的呀。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咱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呀。生意嘛，能做为啥不做呀？印度市场那么大，真闹掰了，我们的企业也损失呀。这缓和关系啊，大家继续做生意，互利互赢，它不香吗？那这个网友们咋看呢？这个网上真的是啥声音都有啊，特别的有意思。印度那边的网友，有的人骂这个政府软弱啊，对中国屈服了，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啊，说早就该这样了，把这个钱花在民生上不好吗？非要在山上跟人较劲儿。咱们这边的部分网友也是比较淡定啊，看得也透，总结起来就是谈可以，打也不怕，关键是这个印度自己别作妖，得拿出诚意来。那这样未来就一片光明了吗？想得太美哦！别看现在是握手微笑，合作留念，其实吧，前面的坑啊还多着呢。边境问题啊根本没解决，现在只是商量着往后撤兵，避免再打起来。但是领土那笔糊涂账啊，谁多占了一点，谁少占了一点，是几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想彻底解决啊，难如登天啊！这玩意儿呢，涉及到最敏感的民族尊严，谁都不敢轻易让步，心里还是互相提防的。这印度啊，总觉得咱们“一带一路”啊，特别是和这个巴基斯坦搞的那个中巴经济走廊，是在包围它。那咱们呢，也永远看这个印度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搞的什么四方安全对话不顺眼，觉得那是针对我们的这种骨子里的不信任啊，不是说吃顿饭就能消除的。旁边还有人煽风点火，美国啊肯定不愿意看到中印和好，说不定过段时间啊又搞点小动作挑拨一下。这个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啊也挺强的，哎，这关系啊说变可能就变了呀。最后啊再说两句啊，所以啊这个王毅外长这次去印度啊，绝对是
是个好消息，说明两个人啊都冷静下来了，愿意从这个拳击台走下来啊，坐到这个谈判桌上来，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开始。但是你要说这就代表着两人称兄道弟啊，那可纯属想多了啊，这更像是一场冷静的生意。这个印度啊发现对抗成本太高，收益为零，所以选择合作。中国呢需要稳定周边，所以愿意给台阶下。用这个 BBC 的一句话来总结，特别的贴切。中印重启双边关系啊，但这背后满是怀疑和猜忌。破冰呢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路啊还长着呢，咱就边走边看吧。希望两个人口大国啊能拿出智慧来，好好相处，这对全世界都是件好事儿。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